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关于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碰撞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天津姑娘到台湾见婆婆，却因为一块手表闹了个大笑话。这个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也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人情世故的课。我先交代一下背景这位天津姑娘叫小荣，今年28岁，在一家外企当财务经理，收入不错，家里条件也好，爸爸是国企高管。小荣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长大，要什么有什么，养成了有点小公主脾气。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北京工作的台湾男生阿红。阿红是正经的台湾高学历青年，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做技术总监，人长得帅气，性格温和，对小荣百依百顺。两人交往半年就定下了婚约。这不，趁着春节假期，小荣要去台湾见未来的公婆了。丽姐，我好紧张第一次去台湾见公婆，要带什么礼物好呢？小荣在出发前问我，我当时就提醒她，台湾人的礼仪很讲究，但不喜欢太张扬的东西，实用精致的礼品就好。最重要的是尊重对方，不要太显摆。谁知道小荣听没听进去她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准备了一大堆名牌礼物，觉得这样才能显示出娘家的实力。到了台湾，阿红的父母住在新北市的一个普通社区，房子不大，但是收拾得干净整洁。这跟小荣想象中的台湾富裕家庭有点差距。要知道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80、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时期，认为台湾家家户户都很富有。实际上，现在的台湾社会结构和大陆一样，也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阿红家里就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父亲是退休教师，母亲在社区做义工，生活简朴但很有品质。阿红的妈妈，也就是小荣未来的婆婆，是个60出头的台湾阿姨，穿着朴素，说话轻声细语，一看就是那种传统又有教养的台湾女性。见面那天，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家常菜，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都是亲手做的台湾特色小吃。吃饭的时候，婆婆热情地给小荣夹菜，来尝尝这个卤肉饭，这是阿红最爱吃的。小荣尝了一口，确实味道不错，但她心里还惦记着送礼物的事情。饭后，她迫不及待地拿出了给公婆准备的礼物，给公公的是一条名牌领带，给婆婆的是一条丝巾。叔叔阿姨，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一点小心意，请收下。小荣满脸期待地说。公婆客气地接过礼物，连声道谢，但明显有些不好意思。在台湾，长辈给晚辈送贵重礼物是常有的事，但晚辈给长辈送太贵重的礼物，反而会让长辈觉得有压力。这一点小荣不太了解。第二天是除夕，一家人在家里吃团圆饭，席间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手表上。原来阿红的表弟刚买了一块新手表，在饭桌上展示给大家看。那是一块普通的运动表，大概几千元新台币的样子。这时候，小荣突然想起自己手腕上戴的那块表，是他爸爸前不久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块100万级别的名表。在他看来，这可是展示自己家庭背景的好机会我这块表也是新的呢，是我爸爸上个月送我的生日礼物。小荣故意伸出手腕，让表面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这可是限量版的，我爸排队好久才买到的。价值100多万呢。这话一出，饭桌上顿时安静下来。阿红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轻轻碰了碰小荣的胳膊，示意他不要再说。但小荣没察觉到气氛的变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述这块表有多么珍贵，多么难买。我爸说了，女孩子出门在外，带块好表，既能看时间，又能保值，万一有急事，还能当财产用呢。小荣笑着说，我爸就是这样，总是为我考虑周到。就在这时，婆婆放下了筷子，轻轻地说了8个字，真好，表比人还要贵重。这8个字虽然语气平和，但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小荣一下子愣住了，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在台湾人的餐桌上炫耀物质财富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阿红的父亲见状，赶紧岔开话题，聊起了春节的习俗，总算是缓和了一下尴尬的气氛。但小荣已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愧，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甚至想立刻订机票回天津。饭后，阿红把小荣拉到一边，小声说：“你怎么能在我父母面前这样炫耀啊？我们台湾人最讨厌这种行为了。”我不是故意的，小荣委屈地说，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家的条件也不差，不会拖累你。阿红摇摇头，在台湾，人们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的品德和修养，而不是你戴什么表、开什么车。尤其是在长辈面前，谦虚低调才是美德。小荣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两岸在物质观念上的差异这么大。在大陆，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城市，炫耀财富已经成为一种社交方式，名牌包、豪车、名表都是身份的象征。但在台湾，即使是富人也多崇尚低调内敛的生活方式，过分炫耀反而会被视为没有教养。当晚，小荣躺在客房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她翻来覆转，满脑子都是婆婆那句真好，表比人还要贵重的话。这句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她价值观的偏差。第二天一早，小荣特意起了个大早，想在婆婆起床前帮忙做早餐，以此表达歉意。没想到推开厨房门，婆婆已经在里面忙活了。阿姨，我来帮您。小荣有些局促地说。婆婆笑了笑，好啊，来帮我摘一下这些青菜吧。两人就这样在厨房里忙碌起来，谁都没有提昨晚的事。婆婆一边煮着面线，一边和小荣聊起了阿红小时候的趣事，气氛渐渐变得轻松起来。阿姨，对不起，昨天我说话太不得体了。终于，小荣鼓起勇气道歉。婆婆停下手中的活，转身看着小荣，孩子，阿姨不是责怪你，只是觉得你们年轻人应该更珍惜自己的价值。物质的东西再贵重，也比不上人的内在美丽。这番话说的小荣眼眶湿润，她点点头，我明白了，谢谢阿姨。婆婆笑着拍拍她的手，你是个聪明的女孩，阿红很喜欢你，我们也很喜欢你，只要你们彼此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这顿早餐，小荣吃得格外香甜。她发现婆婆做的简单面线，竟然比5星级酒店的早餐还要美味。接下来的几天，小荣留意观察了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她发现，虽然台湾的经济总量不如大陆，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品质却很高。街上看不到多少豪车，但公共设施非常完善。商场里奢侈品牌不算多，但本土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人们穿着朴素，但举止有礼貌。餐厅里菜品不算奢华，但处处讲究健康与美味。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阿红的父母虽然不富裕，但每个月都会拿出一部分退休金做公益。婆婆每周去敬老院义工2天，公公则在社区图书馆当志愿者，教小朋友们画画。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充实，脸上总是带着满足的笑容。有一天，小荣跟着婆婆去了敬老院，看着婆婆耐心地陪老人们聊天，给他们梳头、念报纸，小荣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阿姨，您每周都来这里吗？不会觉得累吗？回去的路上，小荣问道。帮助别人，自己心里也会很快乐啊。婆婆笑着说，再说了，我年纪大了，能做的事情不多，能帮上忙就是福气。婆婆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触动了小荣，她这才明白，在台湾社会，人们更看重的是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而不仅仅是个人财富的积累。春节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临行前一晚，全家人又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这次，小荣穿着简单的毛衣和牛仔裤，手腕上的名表也换成了一块普通的石英表。小荣，你的表呢？阿红的表弟好奇地问。放在箱子里了，小荣笑着回答，平时上班戴那个太张扬了，还是简单一点好。婆婆听了，露出了赞许的笑容。饭后，婆婆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小荣。这是送给你的见面礼，不贵重，但有纪念意义。小荣打开一看，是一对用台湾本土玉石做的耳环，朴素中透着典雅。这是我和你公公结婚30周年时他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和阿红也能像我们一样相守一生。婆婆温柔地说。小荣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对普通的耳环在她眼里比任何奢侈品都要珍贵。她第一次理解了传家宝的真正含义，不是价值连城的物件，而是承载着情感和祝福的信物。回到天津后，小荣跟我详细讲述了这次台湾之行的收获。她说，丽姐，我以前总觉得嫁人就是要找个条件好的，家里有钱有势的。
现在我才明白，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的结合，而不是两个家庭资产的合并。我不禁为他的成长感到欣慰。其实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价值取向。大陆这些年经济发展太快了，很多人还沉浸在物质主义的狂欢中，以拥有什么样的物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特别是在相亲市场上，有房有车几乎成了标配，门当户对的标准也更多的体现在经济条件上。而台湾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社会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注重精神追求和生活品质的阶段。在那里，人们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教育背景、价值观念、社会责任感以及与家人相处的方式。婚姻中的门当户对更多是指文化水平和三观的匹配。丽姐，我觉得我和阿红挺合适的，我们价值观其实很接近，只是我以前没意识到。小荣对我说，我决定接受他的求婚，但我得先好好改变自己，学着像台湾人那样生活。小荣这么一说，我就乐了。哎呀，这就对了嘛，婚姻不是单方面的迁就，而是双方共同成长的过程。你能从这次失误中领悟到这么多，说明你是个聪明姑娘。确实，跨文化婚姻不容易，尤其是两岸婚姻，表面上同文同种，实际上几十年的分隔发展已经造成了很多微妙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物质观念上，还表现在生活习惯、家庭关系、教育理念等方面。比如说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大陆家庭普遍比较虎妈虎爸，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从小就给孩子报各种特长班、学区房，教育资源成了家长们争抢的对象。而台湾家庭则相对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和快乐成长，更愿意给孩子自由选择的空间。又比如在家庭关系处理上，大陆家庭中的妈宝男现象比较普遍，男方妈妈在儿子婚后仍然保持很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台湾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更强调夫妻关系的独立性，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也在逐渐弱化。小荣后来跟我分享了他和阿红的婚后生活，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豪华酒店，没有名贵婚戒，但却非常温馨有意义。他们选择在台北的一个生态农场举办了户外婚礼，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婆婆亲手做了几道拿手菜，氛围其乐融融。丽姐，你知道吗？台湾人结婚没有彩礼这一说，也不兴大操大办，讲究的是精致而不是奢华。小荣告诉我，我们的婚礼虽然简单，但每个环节都很用心。比如请来的乐队是阿红大学时的同学组成的，演奏的都是我们恋爱时常听的歌。那你公婆有没有给你们什么压力呀？我好奇地问，毕竟在大陆，买房几乎是结婚的必备条件。没有呢，他们只说年轻人刚开始要好好打拼，租房子住也没关系。婆婆甚至说，他们那一代人年轻时也是从租房子开始的，慢慢才有了自己的小窝。小荣回答道，倒是我爸妈一开始非要给我们在北京买套房子，被我婉拒了。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这让我想起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台湾女婿热潮，当时不少大陆女孩子对台湾男生特别青睐，觉得台湾男生绅士、体贴、浪漫，会照顾人。其实归根结底，这反映的是不同社会环境下培养出来的男性气质差异。台湾社会受日本和美国文化影响较深，男性在家庭中更愿意承担家务，对女性也更尊重、更平等。而大陆男性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在家庭角色上相对传统，虽然近年来也在改变，但变化没那么快。不过台湾男生也有缺点，小荣笑着说，他们有时候太斤斤计较了，花钱很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阿红每次买东西都要货比三家，我刚开始真的很不习惯，这不是好事吗？会过日子啊。我打趣道，是啊，慢慢我也学会了精打细算。小荣点点头。其实台湾年轻人普遍收入不高，房价却不低，所以他们从小就学会了精细理财。阿红教会了我记账、投资和储蓄，现在我们还有了长期的财务规划。听他这么说，我不由得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婚姻啊！两个人互相影响，共同进步，最终形成一套适合双方的生活方式。小荣和阿红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传为佳话，渐渐的有更多的姑娘来咨询我关于两岸婚恋的事情。
我总是告诉他们，两岸婚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机遇在于可以吸收对方文化中的精华，共同成长。有意思的是，小荣婚后半年跟我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她说她又去台湾看望公婆，这次特意准备了礼物，不是名牌包包，而是亲手做的相册，记录了她和阿红的点点滴滴。婆婆看了非常感动，抱着她说：“好孩子，你真的变了很多。”婆婆还透露，其实第一次见面时，她并不是责怪小荣炫耀，而是担心小荣这样的生活态度会让阿红承受压力。阿红的工资不高，如果要维持你原来的生活水平，她会很辛苦的。婆婆坦诚地说。小荣听后恍然大悟，原来婆婆是在用那8个字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担忧。这让小荣更加理解了台湾人的处事方式，含蓄内敛，不直接冲突，但意味深长。丽姐，我以前真是太肤浅了，总觉得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生活水平应该比我们低。实际上，人家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一点都不比我们差，甚至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强。小荣感慨道，确实如此，台湾社会发展早，已经走过了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形成了更加成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在环保意识、公民素养、生活美学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再比如台湾的人情味，是很多去过台湾的大陆游客都深有体会的。在台湾，即使是陌生人也会互相帮助，服务业人员普遍有礼貌，老人和弱势群体受到特别的关照。这种氛围不是靠制度强制形成的，而是社会长期发展中自然孕育的文明成果。小荣告诉我，他最大的改变是学会了欣赏小确幸。台湾人常说的一个词，指的是生活中的小小满足感。以前我总觉得人生必须要有大房子、豪车、高薪职位才算成功。现在我享受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一杯好茶，一本好书，一次亲密的谈心，都能让我感到幸福。这不正是我们现在倡导的精致慢生活吗？当物质基础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追求自然会提上日程。台湾社会已经走过了这个转变期，而大陆很多城市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如今，小荣和阿红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们的孩子既学习大陆的勤奋刻苦，又培养台湾的优雅素养，可谓集两种文化之大成。看着越来越多像小荣和阿红这样的两岸家庭，我不禁感叹，或许这才是两岸融合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政治或经济，而是通过普通人的婚姻和家庭，让两地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交融。而那句让小荣羞愧难当的真好，表比人还要贵重，也成了他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让他从注重外表转向注重内涵，从追求物质转向追求精神。有时候8个字的力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啊！各位网友们，你们觉得两岸婚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或故事。我是丽姐，下期再见。